那日，夫君从府外带回一个姑娘，那时候我正在自个儿的小院浇水，进来转下了，这些花啊草啊都像是没喝够水似的，总是要人照顾。夫君外出征战，府里管事的就我一人，养些花花草草也算打发时间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将军回来了。说话的是我的大丫鬟青青，是陪我一起嫁入府中的陪嫁丫鬟，年纪与我相仿，说话却还是有点毛毛躁躁的。我转过身来，哑然失笑。青青，夫君回来是好事呀，怎能说不好？下次再说这晦气话，可是要罚你的。说罢，我便把浇水的水壶放下，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裳，道：青青，夫君在哪呢？不知道我去换身衣裳，还来不来得及？夫君也真是的，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，不知道我这样去迎接，合不合礼数？见青青不应答，我在她眼前挥了挥手，说道：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，快带我去换身衣裳，别让夫君等久了。青青回过神，忙在我眼前跪了下来，道：夫人，将军应该一会儿就过来了，只是……夫人，你别生气。只是什么？你何时也学会了这种打哑谜？这说话说一半，真是吊人胃口。再说，夫君回来是好事，我有什么可生气的？将军从府外带了一个姑娘。我怔了一下，道：青青，也许是夫君心善，救了一个姑娘。也许那姑娘是你我未见过的远房亲戚，又也许是夫君觉得府里地大人少，缺丫鬟了，不要疑神疑鬼的。话本里写的不一定是真的呀。再说了，夫君什么人，你我还不知道吗？讲到这，小院门口忽然响起了脚步声，我心里暗喜，悄悄对青青道：你看，夫君回来了。说罢，便掐好时间，对从门外进来的身影扶了扶身。夫君万安。你我夫妻二人，夫人何须如此多礼？我感觉他的目光投在了我的身上，我微微抬了抬头，眼前的将军虽然长出了几根白发，但仍有从前鲜衣怒马少年郎的影子。对我而言，他的笑意就如阳光般明朗。我看着他的脸，道：夫君，青青说你带了一个姑娘回来，可与我说说，若是有困难，也好扶持扶持。夫人既然已经知道，那便是再好不过了。来人，把紫云带上来。话音刚落，门口便急匆匆地进来了一位姑娘，想必已经等了很久。单纯外朗，皓齿内鲜，明眸善睐，叶府成全，应该说的就是眼前这位了。楚腰纤细，长中轻，即便隔得有些远，我仍是能看出来，这真是位顶漂亮的姑娘。那姑娘似乎有些怕生，怯怯的、轻轻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：这就是将军带回来的那位姑娘。我的母家也是朝廷正官，父亲是当朝丞相，从小接触的京城贵女的性子不说得上个个热情火辣，基本也是极善言辞。第一次遇上这么怯生生的姑娘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紫云，这是我将军府的当家主母，也是当朝丞相的嫡女，以后你在府中还需要她多打点，还不快来见过？说着便拉过那姑娘到我眼前，我有些惊愕，忙问：夫君，再说一遍，我有些不明白，在府中的意思是？青青没与你说吗？我还以为你晓得了。他挠了挠头，看着这紫云说：紫云姑娘，是我在路上救的，她父母早逝，一个人过得很是凄苦，你一个人在府中也无趣，我想纳她为妾，也好与你为伴。话音刚落，那紫云也是跪在地上对我说：紫云深知自己粗鄙，但将军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只得以身相许，望夫人成全。她的声音脆生生的，还带着少女的娇憨，活像只百灵鸟。但此刻我只觉得她的声音像是一块块石头砸了下来，我觉得脚底有些发软，还没有开口，青青便先说了：我家夫人是丞相府嫡女，身份尊贵，是当初将军十里红妆娶进门的。将军曾经说过唯我家夫人不娶，不知当初说的如今都算什么？夫君的脸色变了变。何时将军府这么没规矩？主人讲话，婢女也可以开口了。我看你这主母当的是越来越过去了。我头脑有些发昏，后面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在讲什么，但我知道青青冲动了，勉强稳住身形。夫君喜欢，便是我心之所向。至于紫云姑娘，夫君请便就好。又看向夫君口中的紫云姑娘，仔细端详。既然夫君已经开口，留下来便是。这姑娘真的长得好漂亮，若我是个男的，也怕是会垂怜吧。那姑娘听到了我的话，如释重负一般的跪下行礼，嘴巴里还念着：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，紫云无以为报。我沉默不语，反倒是夫君看到她这一系列动作，连忙赶去扶她。
我觉得这幅画面有些扎眼，用了一个生病不是无法久留的借口搪塞了过去。很快，我的小院里只剩下我和青青了。我看着他们远去之后，重新拿起了水壶，开始准备浇花，手上的动作进行着，眼睛却忍不住开始酸涩起来。出嫁之前，母亲最开始不认同我的婚事，后来日子近了，也就只好对我说：“丞相府与将军府也算是个门当户对的好亲事，嫁到那里，应该为朝廷上下各家主母之表率。”青青见我落泪，着急忙慌地拿出帕子为我拭泪。夫人，别哭了，不然脸上的妆可要哭没了，到时候成了小花猫，可不让人笑话。再说了，您这一哭，青青心里也跟着疼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就沉默了。新来的紫云姑娘被我安排在了一所名叫浮云殿的院子里，院子也是我先前偶尔会住的地方，也是我被定为将军夫人给的院子。但我不喜欢那么大的布局，就搬来了我现在住的小院。至于那浮云殿，也就偶尔去，平日里也只叫下人打扫着。日子久了，也许久不去那里了。那院子里长着极好的海棠花，等到4、5月份的时候，花开似锦，似晨曦明霞的美丽场面，我想紫云姑娘应该也会喜欢。青青曾拉着我的手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夫人，那个紫云就是个狐狸精，什么父母双亡，都是赖着将军不走的借口罢了。您现在又把那么好的院子给了他，平日里也不给夫人来请一个安。青青看啊，他那尾巴都翘上天了。”夫君最开始那几月还每隔2、3天都过来看我一眼，与我说说话，吃个饭。大概过了1年的时间，我记不清了，他就不常来了。除了中秋元宵等必要的场合，我也不怎么在他面前露面。而夫君也默认满意了我这个做法。家宴上我几次看他的目光都是在紫云姑娘身上，嘴角含着笑意，眼睛温柔的似乎可以掐出水来，这是我不曾见过和拥有过的神情。紫云姑娘本身是个美人，加上在将军府的滋养，美貌更是比刚来的时候加上几分。我看着他们俩，心里不觉有点苦涩，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般配极了。我的少年将军还是从前的样子，唯一可惜的是他不属于我。后来的日子，我仍旧待在小院里自顾自地浇水养花。青青倒很为我觉得不公，总是替我偷偷盯着紫云姑娘，但其实不用她说我也知道，我住的小院不偏，反而在将军府算得上是一个挺中间的位置。每次当将军去找紫云姑娘的时候，总是能听到她和她身后侍卫的脚步声，又或者她邀请紫云姑娘一起去小花园赏花的时候，总是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和紫云姑娘的娇憨声。我自小耳朵好，细微的声音也总是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我尚在闺中的时候，母亲就常常拿这件事情取笑我，总是笑道：“我们鸾鸾啊，怕不是个顺风耳。”我当时年纪小，遇到什么事都要还一嘴回去，虽然前面气焰足，但总是说着说着就把自己委屈了起来，最后总是爹爹拿着2个糖葫芦来哄我。我喜甜，在京城之中也不算小秘密，我是丞相嫡女，加上我自小学琴棋书画，不说样样精通，倒也都算拿得出手。加上我以前喜欢些新奇漂亮玩意，也喜欢打扮自己。我刚及笄的时候，来娶亲的青年英俊也不计其数。现在的大周朝有一位公主是我闺中密友，她单字一个喜，封号是平乐，都叫她平乐公主。我觉得这个寓意很好，平安喜乐，人人都是心之所向。光是听着她这个名字，我都能感受到皇帝对她的宠爱。唯有她自己觉得土气，觉得自己父亲不上心，所以平日里只要不是重大场合，都叫我们唤她周喜。我和夫君也就是在平乐公主元旦后举办的一场宴席上认识的。这场宴席上来的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青年才俊才子佳人。平乐私底下把我拉到一边，对我说：“鸾鸾啊，你知道你字里这个鸾是什么意思吗？”自然知道，一种鸟罢了。周喜不争气的用指头点了点我的头。一个呆瓜，这是普通的鸟吗？这是凤凰啊。凤凰是什么？是皇后啊。接着又一副认真脸，对我说：“鸾鸾，你想当皇后吗？”听了这话，我连忙嘘了一声，道：“小祖宗，我要是皇后，不就是你娘亲了？你可真敢说。”平乐也意识到了自己说话不对，连忙看了看周围有没有人，确定好没人后，才接着说：“鸾鸾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才好。反正啊，我父皇想让你做他的儿媳。”我听了这话，着实给吓了一跳。只见平乐又接着讲道：“我也觉得你当我皇嫂合适，毕竟鸾鸾你生得那么美，以后生出来的皇侄、皇侄女定也是个可爱团子，我们就更是亲上加亲。可惜啊，我了解我们鸾鸾一定不想嫁一个自己不认识的男子度过余生。”我没否认，我确实不想嫁一个我连面都没见过的人。平乐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，一副任重道远的样子，道：“所以这场宴席是为鸾鸾你准备的，趁着父皇还没找你爹商量，自己先找个如意郎君，再去求你爹。他那么疼你，定会有办法的。”平乐话粗理不粗，她身为公主，虽然身份尊贵，又有皇帝宠爱，但也有诸多皇家限制。她能为我做这么多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她。过了好久，也只说了句
谢谢你，周喜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。说罢，又抱住我，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句：鸾鸾，我希望你幸福。后来的事与一切话本上大同小异。谢家少将军谢回在我面前文武双全，那场宴席像是为他准备了一个舞台。他射出去的箭百发百中，飞花令也对得极好。他变戏法似的给了我们一群女眷好些甜味的糕点零嘴，甚至于在我不小心踩空台阶的时候，拉了我一把。我摸到了他手虎口处的茧，抬头，他正笑着看着我，眼底像是有一滩化不开的墨，对我说：陈姑娘，当心。再后来，为了嫁给他，我与父母大吵了一架，父亲最终向我屈服，违抗了皇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在朝中本就让人忌惮，我这一闹，父亲在朝中更是难做。所幸谢回那边做的倒是还让父亲满意，谢回生的不错，又爱笑又会下棋，很快就和我父亲握手言谈。只有母亲仍旧是一副不放心的样子，无奈也只能开始教导我怎么管家。很快，婚期将至，八抬大轿，锣鼓喧天，三书六礼，10里横庄，甚至谢回也在高朋满座的场合下说出了唯我不娶，还惹得我眼泪直掉。只不过现在看来，好像不作数了。婚后我便不怎么接触外面的世界，学习怎么做好一位合格当家主母已经足够让我忙得焦头烂额。周喜也在我婚后来过几次，只是心情不大好的样子。约莫半年后，我才知道周喜要去别国和亲。周喜的送别宴没有给我帖子，据说只有皇家才可以进入。那几天好像周喜都被软禁了起来。总之我没法见他。在他和亲的前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是皇宫里管事的公公来办事时偷偷塞给我的。说是信，其实更像一张字条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：鸾鸾，我希望你幸福。没有署名，但我知道是周喜给的，只有他会对我说这话。我叫陈鸾，这是我与大周朝将军谢回成亲后的第10个年头了。我的身体越发不好了，仅从我的小院走到花园，也会止不住的咳嗽。我住的院子总是弥漫着一股药味，有时候药味浓得连我自己也会眼鼻。我不喜欢这种味道，像是垂危之人的挣扎。大大小小的郎中我看了不少，最后还是给从宫里来的御医一些银子，才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到3年。他说我这是心病，好不好得了全在我自己。青青被我许配给了人家，她不知不觉已经是个大姑娘。虽然她嘴巴里念着要陪我一辈子，但我知道她有喜欢的人。她出嫁的时候，虽然比一般姑娘出嫁的时候年纪要大些，但却哭得跟个泪人似的。不过我知道她内心应该是极欢喜的，不然我走了以后，没人陪她在将军府，她一个人也未免太孤苦了。日子在一天天的过去，我也没有撑过那年的寒冬。我病了之后，谢回来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起来。我总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妄想着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爱意。可是只等来了，他坐在我床边，对我说：对不起，鸾鸾。他很少叫我小字，我未嫁他时，他叫我陈姑娘；嫁了他时，他叫我夫人。想不到第一次听，竟是这样的场合。我走的时候，将军府锣鼓喧天，下人们都奔走相告，紫云姑娘有喜了。听着外面喜庆热闹的声音，我觉得有点吵闹心烦。转念一想，这声再聒噪，也应该比哭丧的声音好听些。这么想来，心情也就释然了许多。我不知道我走的时候，谢回有没有落下眼泪，但我的耳边依稀听到了母亲和父亲的呜咽声。他们年纪大了，儿女不多，只有我与兄长，凑了一个好字。我与谢回成亲，本就是门当户对，但相府和将军府在朝廷中的权势太大了。碍于皇帝的忌惮，兄长也只得娶了一个小门小户的女子。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周喜的话，闭上了眼睛，脑海里闪过一幅又一幅从前的画面，就好像走马观花。我看见了很多很多人，父亲、母亲、兄长、青青，甚至常在东市卖糖葫芦、梨花糕的小贩，仿佛他们就在眼前。我的身体渐渐变得没有知觉，只有耳边依旧是锣鼓喧天，一片喜气洋洋的场面。然后我像是睡了一觉，又像是做了一个很久很久的梦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了。身体传来的酸痛感令我极其不舒服。见屋子里有了动静，青青急忙拉开了帘子，道：小姐，你醒了，可急死青青了。我眯了眯眼，没有适应眼前的突如其来的光亮。我尝试着让自己清醒起来，接着把目光转向青青。青青相较于我记忆中的样子，年轻了，活泼了。接着目光便转向我身处的房间，透过窗帘，我可以看到右边的梳妆台上还放着我先前喜欢的胭脂。但是自从嫁给谢回以后，为了维持当家主母的风范，我也很少用这么娇媚的颜色了。我好像回到了过去，也可以说重生了。我应该对这一切感到惊奇，可是当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以后，又不是那么激动了。话本式的故事在我身上发生了不止这一件，因为我死后在将军府做了整整10年的阿飘。谢回与我情浓之时，曾对我说他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亮亮的，像是有光。可是没想到，
最后竟然是我成了将军府的鬼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心情也有点复杂。我看到了我的丧事的举办很盛大，唢呐队伍的声音隔了2条街也可以听得一清二楚。来吊唁的人很多，多到甚至把将军府的门槛都踏破了一条，但是多数是我不认识的面孔，他们哭得惨烈，也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。我母亲哭得最狠，竟然哭昏了过去，最后还是在兄长的搀扶下才走出了将军府。谢回穿着一身白衣，神色不明，只是静静地跪在我的灵前，一声不吭。我想我这一辈子是猜不透他了。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，就只好整天在大街上游荡。西街有个老婆婆做的桂花糕极好，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。谢回很喜欢，但自从我死了以后，她也就很少来了。将军府花园里，我最喜欢的牡丹花依旧开得很艳，连带着我院子里的花草都长得很好，比先前我在打理的时候长得还好。谢回常常一个人来我的墓前看我，给我带一束花，是我少女时很喜欢的牡丹，或者跟我说几句话。他身上阳刚之气太重，我靠不了他太近，听不清他说了什么。他常常就这样靠在我的墓上，就这么坐一下午。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可我也知道这是不太吉利的。我听下人说，谢回与紫云生下的小少爷长得可爱，又很聪慧，3岁就可以背下千字文。我原先不知道那小少爷到底是个什么性格，可是听老将军府里的老嬷嬷说，跟谢将军小时候一模一样的时候，我差不多猜到了他的样子，定是真的很可爱。我不知道他过得那样如意了，为什么还常常一个人来看我？我想得久久没有回神，轻轻忍不住在我眼前摇了摇手，这才把我的思绪换了回来，接着说道：小姐在想什么呢？竟然又把小姐的魂勾去了。我去跟老爷夫人说一声，他们肯定担心坏了，再去给您端粥。我的好小姐，你再回神，躺一会儿。青青很活泼，我也有些被她感染了。我笑着对她扬了扬手，青青这才放心下去了。京中小姐每天干的事情，不过也就是那几件：女工、读书、琴棋书画，然后等待宴席的邀请，再大放异彩，赢得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。说起来的确有点枯燥乏味。我琴棋书画，琴最好，书画一般，棋最烂，烂到什么地步呢？你若是找一个才学期1年左右的孩童来与我这个学了8、9年的人对弈，估计可以堪堪打个平手。兄长曾经笑着对教我下棋的夫子说，阿鸾不会下棋，挺好的。善于下棋的人，心思大多深沉。气得我那个夫子吹鼻子瞪眼，把兄长告到了父亲那，打的兄长那是一个哭爹喊娘。至于我的琴，这么说，我棋下的有多烂，我的琴弹的就有多好。与此对立的是，我的兄长下的一手好棋。民间也传一句俗语，陈家儿女琴棋无双。我想，若是让他们知道我的棋竟然下得那么烂，估计这桩美谈也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。我儿时的时候，经常在众人面前献琴，但12岁以后，我只有在宫中大宴席的时候才会偶尔献上一曲。12岁那一年，母亲对我说，以后莫要多弹了，你是小姐，不是戏子，弹得多了会掉价的。我之前对此不解，我每日练琴练得那样苦，手上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，还要每日涂药膏，硬生生的把我手上要长出的茧给压回去，痛得我好几次忍不住出了眼泪。在我做阿飘的日子，东城那边有一家乐坊，里面有个歌女弹的一手好琴，真的是弹着相思曲，弦长一时断，可是她手上的茧子深浅不一，看起来也不甚美观。我一下子明白，纵使我在琴音上面天赋极高，常年累月的药物磨平了我的茧子，也磨平了我琴技的进一步提高。我不禁哑然。2个月后，宫中向相府递了请柬，正是这场宴席上，平乐问了我，鸾鸾，你想当皇后吗？想到平乐，我又不禁叹了口气。我知道周喜他有心上人，他喜欢的是一个名叫柳长青的宫中画室，长得高高瘦瘦的。他不喜欢穿官服，常穿一身飘飘的青白的衣服，目色柔和，待人温和却又清冷，真当得起一句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平乐曾经悄悄对我咬耳朵说，鸾鸾，你知道吗？长青会画人。不等我反应，他便悄悄把我拉到书房，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，移开几本书，取出后面几幅画，向我摊开。画上的女人明眸皓齿，笑得灿烂，仿佛4月天下无边无尽的桃花。画的右上角结束时皆是2字喜儿，那是周喜的小字，平日里除了他的母亲，没人会这么叫他。我玩笑地掐了掐周喜的脸，说，哪里呀，不及公主，万一……他佯装生气，把画放下便来挠我，最后逼得我不得不承认真的画得很好才罢休。临走的时候，我提醒周喜小心点放，他认真地点了点头，把画重新放回原位，再用梳仔细地遮掩好，最后拿工人们平时打扫的小扫帚扫了点灰上去，还离开。周喜走路的时候蹦蹦跳跳的，头上的簪子一颤一颤的，
即使隔得有点远，我也知道这簪子品相花纹都是一般，不像是宫里的东西。我又想到，也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的1、2年前，周喜喝醉了，在池塘湖边的亭子里，我陪着他醒酒，晚风吹着我的脸，带来一丝丝荷花香和身旁周喜的酒气。我突然感觉到身上一重，是周喜扑倒在我的怀中。少女身上的桃花香和甜甜的果酒香很快将那股若有若无的荷香掩盖。很突然的，周喜哭了，开始是小声的抽泣，后面哭得越来越大声。他边哭边说：“鸾鸾，我好难过。鸾鸾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想嫁给他，可是我一旦嫁给他，他就连这宫里的画师都当不成了。”那夜，周喜哭了很久很久，哭到我第2天见他的时候，眼睛都还是红肿的。我是京城闺女的典范，照理我应该提醒她不能这样哭泣，作为公主有失礼仪。可那晚我没有，现在她身边就我一个，我想就一会儿不当公主没关系的吧。